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首寄语道出了地藏菩萨的愿力之广，孝心之深。孝是人性的本来元素，生命的和谐之道，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盏千古不灭的智慧明灯，一直烛照着我们中华民族前行的路标，直达于每个炎黄子孙的心灵深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孝都永远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吉祥的力量。家庭中行孝，其乐融融；单位畅孝，尽职尽责；社会有孝，安定和谐。只要我们心中有孝，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能画出幸福的轨迹。孝的内涵广博精深，并不仅仅局限于赡养父母、养生送死这个层面上，它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有着宽狭大小之别。能孝敬自己的父母是小孝，能孝敬天下的父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大孝，能成就圣贤，普利众生，使千秋万代人获益无穷，是至孝。藏菩萨，名山自古隐禅林，暮鼓晨钟奏梵音。更有九华声威震，地藏精神润清心。佛教上
敞开绣红巾，年复年，多少人崇尚道德，不为艰险，朝朝九华高房永登攀，多少人愿苦求乐，烧香来许愿，祈求菩萨保佑幸福平安。多少人度假观光来游览，饱餐美景秀色，舒心展颜。有几人认真倾听，九华呼唤，体悟到孝敬的分量与尊严。坐落在安徽境内的九华山，与浙江的普陀山、山西的五台山、四川的峨眉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分别被认定为是地藏王菩萨、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我华夏大地弘扬佛法的道场。所以古往今来，到这四大名山来朝拜的信众和游客络绎不绝。尤其近年来，人类已进入情绪负重的非常时代，由精神因素引起的身心疾病非常普遍。一些身心疲惫的人们极力寻求生命当中的皈依处，寻来找去，他们竟选中了佛教中最具重量级的一位大菩萨。谁呀？地藏王菩萨。因为佛经中记载，地藏王菩萨是释迦牟尼佛临灭度之前亲自选拔出来代佛弘化广度众生的大菩萨。一切菩萨都是以众生无边誓愿度为己任，唯有地藏王菩萨的誓愿是度尽众生方成佛道。地藏王菩萨的智慧、神通和大愿超出一切诸大菩萨，可以说他是佛门中最重要的一位大菩萨。他的重要性，地藏经中说得非常清楚，他是我们这个无佛时代众生赖以得度的大菩萨。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社会里，唯有地藏王菩萨有这种超常的能力和博爱之心，来改良人心，解除众生的种种痛苦，赋予众生无限的幸福。我用一句现代一点的话来说，地藏王菩萨就相当于手持佛教上岗证、头顶佛祖委托书的正宗的万德万能的人间大救星，也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走红的菩萨明星，其知名度绝不亚于家喻户晓的观世音菩萨，粉丝多的简直无法计算了。所以每年到九华山去朝山，祈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幸福的人数不胜数。其实佛教的四大名山都是一种精神象征，都有一种永恒的精神在里面，尤其是九华山更是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代表着大爱无私、牺牲奉献的孝敬精神。这种精神需要我们走进地藏王菩萨的生平简历当中去体会。
我们每个人在无始无终的生命长河里，都会扮演着不同的身份，有着不同的形象。因为生命有生死轮回，比如前生是张三，今生竟成了李四，来生也可能成为王五，也可能上天堂享福，也可能下地狱受苦，也有可能会成为畜生，沦为动物。我说这话，有很多朋友会不相信，觉得这与我们所见的事实不相符啊！谁看见前生了？谁看见来世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只相信眼见为实。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肉眼所见未必是一种真实，所不见者却常常就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只相信眼见为实者，最容易上当受骗。几句肺腑言，人类的可视能力非常有限，怎能把这宇宙真相都看全？风电声音哪个能看见？可它们确实存在天地间。八辈祖宗有谁见过面？有谁见过地球是扁还是圆？人体的经络14线，保证我们身体健康，作用非凡。别说是西医解剖学没有发现，就是当代高科技的精密仪器，想要找它难上难。宇宙万物多浩瀚了，眼见至少是可怜，只相信眼见为实最危险，上当受骗无处喊冤。您把筷子放进玻璃水杯中，看了一看，它不是直的，是个弯。魔术师的种种魔术真切入眼，全都是假象，把人瞒。为啥有人说这因果报应是扯淡？就因他不懂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在里边，只站在今生一世立足点上看，最容易把这因果真相给看偏。见有人行善遭苦难了，有人作恶福寿全，岂不知因果报应30关了，30相连一线牵。今生善恶未必今生得应验，尚待后世能报全。今生祸福未必都是今生来决断，大都跟前生善恶有关联。诸位不信，请把中国历史看，正史中记载轮回转世有多偏。宋史记载唐代诗仙李白转世，改头换面，投生到宋朝，这名字郭祥正、郭嘉义儿男。东周列国志上有一卷，记载着人变动物是可怜，说的是秦将白起领兵作战，大败赵军在阵前。白起他这坑杀赵军40万了，手段残忍最滔天，这个死后就把动物变了，投胎做牛挨皮鞭。这些个故事都记在正史里面，有根有据，不是胡编。不光古圣先贤有慧眼，早把因果轮回告诉咱。近年来随着科学大发展，因果轮回已被证实不虚言。西方科学界通过大量科学实验证明了确有轮回现象在世间。大家要想了解这方面，请您上网观一观。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有讲演，钟茂森博士讲得全了，您想咋看就咋看。我也在此少说几句，节省时间。
虽然古圣先贤早把因果轮回的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了，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来果，今生做者是。可我们很多人不相信古圣先贤的教导，只相信现代科学证明。没办法，我就得向大家推荐这些西方国家的科学实验，希望大家明白，圣者的话事言教绝不会因时代的变迁和生活规律的差异而失去意义。真理是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是能够经得起科学考验的。关于生死轮回之事，我本人体会很多，印象深刻。小的时候，我有个哥哥叫高春清，24岁那年，他居然梦到了阴曹地府的2个鬼卒，就是那小鬼儿，手里拿着个账本儿，在他面前写上某月某日某时来接他去。我哥醒来的时候记得很清楚，他猜想来接他的时间一定是他死亡的时间，所以到了那一天的早上，他早早的起来，他嘱咐我们一大堆的话，嘱咐完之后往外边看看天头，然后说道：时辰到了，我该走了。说完坐在炕边上喝了2口水，说了一句话，说我高春清24岁完了。说完坐得端端正正就断气了。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的病苦和不舒服啊，可谓预知时至，得到了善终，走得自在。我哥哥的德行非常好，他对我的父母特别孝顺，从来没惹过我父母生过气，没让我父母操过心，对我们兄弟姐妹也特别的有爱，对全村男女老少左邻右舍都那样和颜悦色的有礼貌。所以他死的时候，全村人挤满了院子哭泣。我的母亲也因为想我哥哥想的病魔缠身，早早就去世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我哥去世很多年以后，我们村里有个人跟别人玩牌的时候突然晕死过去，抢救了好几天他才清醒过来。他说他看见我哥高春清了，说我哥还是阴曹地府的一个小官，是我哥把他送回来的。他当时描述的情形非常真实可信。这件事多少年前就让我相信真有鬼魂鬼道的存在，所以我从来不敢做坏事。我怕做了坏事，到时候去到阴曹地府再受鬼刑，那时候不就麻烦了吗？你想啊，有多少钱都没有用，因为那阎王爷铁面无私，你想行贿送礼走后门你都走不通，唱大鼓他又不爱听，你说那不就惨了吗？还有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2件事也很奇怪。一个是15年前，我因为经常在东北3省的电台和电视台上录制我自己创作演唱的长篇东北大鼓书，每一部书都是几十万字啊，都是我工作的业余时间写的，非常辛苦，最后把我累得浑身浮肿，脸也肿，治疗很久都不见好转。有一次我在治疗的途中，在长途汽车上，我遇见一个老大爷。这个老大爷告诉我说，某某地方有个姓刘的女大夫，专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他让我到那里去看看。我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按照老大爷指点的路线，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这个刘大夫。可是令我吃惊的是，这位刘大夫的看病方式跟医院里不一样。他给每一个排队看病的患者看病的时候，既不问病情，也不开方卖药，只是一面摸着患者的脉，一面闭着眼睛，自己跟自己小声嘟囔。他嘟囔的是啥，谁也听不清楚。不过他嘟囔完之后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挺对。看病的水平确实挺高明啊，他家的屋里挂满了什么妙手回春呐、神医在世等字样的锦旗，全是那些治好病的患者们赠送的。等排到我的时候，这位刘大夫同样用那种神奇的闭眼睛摸脉嘟囔法。其实我往他家去的时候，
不知为什么，我的脸和浑身都消肿了。到他们家，我已经好了，不知道的人是看不出来我有浮肿病的。可是这位刘大夫还真有两下子，他摸了一会儿我的脉，说出了2句话。他说：“怪不得你有浮肿病，你妈就是浮肿病死的。”嘿，我一听这也太神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妈了？”他说：“你妈跟你来了，她告诉我你是她老闺女，让我给你好好看看。”嚯，多亏我胆儿大，胆儿小都得吓晕了。他接下来又说：“你妈还有吐血病，死的时候吐血了。”我一听这不对，我妈是有吐血病，但是我妈死的时候没吐血。我说：“我妈没吐血呀。”他当时就急了，说：“信不着我，你找别人看去。你妈没吐血，那左嘴丫子咋还挂着血道着呢？”我一看他急了，虽然觉得他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也不敢跟他犟嘴了，只好按照他说的做。什么我妈没钱了，也是想我了，烧点纸叨咕叨咕。这件事我到现在想想都很后悔。如果我当时学佛懂佛法的话，我一定告诉我妈不要想我，要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要求生极乐世界，那是最清净庄严美好快乐富贵的世界，何必想我在那恶鬼道里受穷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当时要是学佛的话，我不会找刘大夫这样的人给我看病，我会以真诚心念经念佛，通过净化心灵，提升道德来消业消灾。从刘大夫家回来以后，我把此事向我的哥姐们一说，我哥姐们都说，我妈死的时候左嘴角确实有一行血迹，不是吐的血，而是她临终时候浑身抽搐，把嘴咬破出的血。我当时光哭了，也没看见。这件事让我更加相信，的确是有鬼魂和鬼道的存在。要不然你说我和这个刘大夫，我们相距几百里，素不相识，他怎么能把我母亲的情况说得那么对呢？就连我都不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还有一件事啊，也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经常梦见自己在一个有竹林、瀑布、甘泉和一排排雕梁画栋的大房子里边生活，经常和一些光头的人一起吃饭做事。梦中的环境非常好，醒来的时候我还觉得那是自己非常熟悉的地方。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我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地方。直到96年，我到中央电视台电视书场栏目去录制节目，由于那次的录制音源不成熟，录制得很不顺。我当时啊，很想找一个历史悠久的佛教寺院去烧烧香。经打听才知道，北京有个潭柘寺，比北京城的历史还早500年，可算是历史悠久了。可我当时向好几个北京人问路，他们一个人说一个地方。最后没办法，我只好自己瞎找啊。我本来是个很不认路的人呢，在我家那个小地方，我都经常走错路。可是那一次，在那么陌生偌大北京的环境里，我东转西找，居然自己就找到了潭柘寺。而且走进潭柘寺，令我吃惊的差点叫出声来，因为这里的一切跟我一直以来的梦境完全相符，只有一样没对上号，就是没有了瀑布，但瀑布的痕迹还在。我向里边的工作人员打听，他们都说原来有瀑布，而且水流还很旺呢，是被后边的修建工程把源流截走了，所以瀑布才干枯了。那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环境，我都似乎非常的熟悉。到了那里，就像到了久别重逢的家里一样。里边记载大铜锅煮饭时的神奇，疯和尚治病救人的故事。
不知曾多少次出现在我的梦境里。我欣喜激动，流了很多眼泪，不愿意回来。可当时那里边没有出家人，不回来也不行啊。这件事让我更觉得人的确是有前生啊。要不然你说我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小孩子，从来就没见到过寺院，也没见到过出家人，怎么能常常梦到这千里之外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呢？一定是我前世的某一生曾经生活在那里，虽然穿越轮回又投胎转世，但由于我对那一世的印象深刻，所以我还能依稀记得那一世的某些事情。10年后，当我又以怀旧之心再次去潭柘寺的时候，已大失所望，因为那里面目全非，已变成了商业场景，不是我当年和梦中所见的情形了。但我依然怀念那个地方。由此我常想，生死轮回太苦啊！前生到底谁是我？来世我又要变成谁呢？人生就像演皮影戏一样，来去匆匆，一会儿一个角色，今日倒头睡，不知明日又是谁。日出东来西边落，东升西落，妙法说。日升如人，出生之乐。日落犹如人死，难复活。生生死死，头出头没。轮回苦海，难以挣脱。来去匆匆，转瞬换角色。假戏真做，乐少苦多。半张三就被张三身份来迷惑，眼里似又难跳出里似情感漩涡。只因为夜里牵缠，迷失自我。空里呼吸尸骨如山，眼泪成河。谁能够跳出轮回，超越因果？谁就是大觉大悟一尊佛。无论古老的东方智慧，还是现代的西方科学，都告诉我们，人的确受着善恶因果报应的支配，在生生不息的生命长河中，总是以不同的生存姿态栖息在六道不同的位置上，不断地穿越生死轮回，变换着一个个的角色。地藏王菩萨
在没有成道之前，也和我们现在的凡夫一样，在生命的车轮上不停地旋转。话说，很久很久以前，地藏王菩萨还是凡人的时候，有一世他曾是一位大长者子。大家注意，大长者子并不是大长者的儿子，长者是有德的老年人的通称，子是指君子。就像老子、孔子一样，要想成为大长者子，需要具备10种的福德。第一，要姓贵，需生在皇帝大官的宗族里；第二，要位高，要相当于宰相一样的官位；第三，要大富，要有几千几百万的家财；第四，要威猛，生得庄重威肃的模样；第五，要至深，学识和智慧都很深；第六，年启，既年高又受人尊重；第七，行径，品行高洁；第八，礼备，知书达理，可以做大众的模范；第九，上叹，连皇帝都来赞叹他；第10，下归，四海的平民都愿意归顺他。有了这10种福德，10个条件，才可称为大长者子啊！那可是知识阶层、精英阶层、道德阶层、贵族阶层集于一身的人呐。这大长者子的福报很大，竟生活在佛的正法时代。一切诸佛都有正法、相法、末法3个时期。正法就是佛还没有入涅槃，还生活在人世间。那个时代，示现做佛教化众生的叫狮子奋迅具足万恨如来。我们这个时代的佛是释迦牟尼佛。注意啊，如来是佛的通称，所有的佛都可称为如来。成如实之道来度众生，就叫做如来，并不像民间认为那样，什么如来佛最大，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佛不分大小，凡是圆满解脱的，都可称作如来或者佛。我们这个时代的释迦牟尼佛，也可称作释迦牟尼如来。大家也不要以为佛教当中只有一个释迦牟尼佛，其实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有无量无数的佛。他们虽然示现在不同的时代教化众生，但是他们所传达的道理是一样的，所谓佛佛道同。因为大长者子生活在佛的正法时代，佛还没有入涅槃，所以大长者子才有机会接触佛。他见狮子奋迅具足万恨如来的身体相貌光明美好至极，非常羡慕，心生敬仰，当即就向佛来请教，双手合十说道：尊敬的佛祖，请您慈悲指点，如何才能获得您这样庄严美好的身相？狮子奋迅具足万恨如来微微含笑说道：欲证此身不难，须如此这般。东北大古树，地藏菩萨。书接上回，话说大长者子福业深厚，竟生活在佛的正法时代。当时那尊佛狮子奋迅具足万恨如来还没有入涅槃，还生活在人世间，就像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生活在印度的世间一样，所以大长者子才有机会接触佛。要知道，佛有3身，3种身体，法身、报身和应身。其实佛的3身实际上只有一个法身，应报2身全是佛修功积德自在得来的报应啊。佛的法身和报身我们凡夫无法见到，就是佛的应化身
也需要具足善根福德因缘方可见到。大长者子所见到的狮子奋迅具足万恨如来，就是佛的应化身。因为佛诸恶都断尽了，众德都圆满了，所以佛有32相80种好，任你如何高明的画家，也画不出佛的庄严与美好。大长者子一见狮子奋迅具足万恨如来的身体相貌光明美好至极，心生敬仰，非常羡慕，这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长者子福业深厚，智慧高，他的10种福德都达标，审美的眼光更是独到，爱美的行为甚是高超。他既然狮子奋迅具足万恨如来身相美好，恭敬羡慕，内心起波涛，满怀深深崇仰来请教。尊佛祖大慈大悲慈妙招，如何才能得您这庄严相貌？也不枉老朽我人间走一遭，狮子奋迅具足万恨如来微微含笑，说了声欲证此身有一招，普度一切众生培福报，断恶修善要记牢。这大长者子不愧是10种福业都具足的君子，他的学识和眼光的确不一般，就连爱美的行动都如此的高明，居然向佛来咨询美丽方法。要知道佛可是美容的资深专家，要是没有智慧眼光的人去请教那些美容院的大师，那可就惨了。他准告诉你去皱拉皮，瘦身隆鼻，最后能把你整的连你的亲娘都认不出来你。正是大长者子的聪明智慧，使他踏上一条最正确的美容途径，获得一个最权威的科学美容方法。狮子奋迅具足万恨如来告诉他，欲证此身不难，须断恶修善，普度一切众生，待诸恶断尽，众德圆满，就可获得这1000种福业所庄严的身相了。诸位爱美的朋友们，请您千万记住佛说的这个科学美容秘方。要知道，最好的美容师就是我们自己的善心。心善不但可以延年益寿，气血畅通，还可以令面容秀美。民间有句古话说，相随心变，善能使鬼变成人，恶能使人
变成鬼。此话千真万确，古今中外这种相随心变的例子太多了，我随便举2个。从前有位雕塑家，他发现自己原本不错的相貌变得越来越丑陋可怕，他遍访名医，均无办法来改善他那满脸的横肉、凶神恶煞般的相貌，他很愁苦。有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游历一座佛教的寺院，就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了寺院的长老。长老说：“我可以治好你的病，不过你得先为我做点事，为我们寺院雕塑几尊神态各异的观音像。”雕塑家接受了这个条件，在塑造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研究琢磨观世音菩萨慈祥、善良、圣洁的德行言表，不断模拟观世音菩萨的心态和神情，几乎达到了忘我的程度。半年后，当他把工作完成的时候，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相貌已经变得神清气朗、端正庄严了。他感谢长老治好他的病，长老说：“不是你自己治好的。”此时雕塑家才悟出自己变丑陋的原因，原来在过去的2年中，他一直雕塑夜叉和魔鬼。我们看这心态对相貌的影响多大。欧洲也有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有一位艺术家想画一幅耶稣画像，由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代表着神圣的形象，应该画得庄严，所以他到处去寻找一位相貌很好的人来做模特。经过努力，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选，画成了这幅千古佳作，受到举世的赞叹。过了几年，有人提议说，光有这幅惟妙惟肖的耶稣画像还不够体现耶稣的伟大，如果再画一张魔鬼撒旦的像和他相比照，那效果会更好。可是这面貌像魔鬼一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呢？最后在一个监狱里找到一个囚犯做参照。当画家为他画像的时候，这囚犯突然掩面哭泣。画家很纳闷，说：“你怎么哭了？”这囚犯说：“我是触景生情，忍不住悲伤才哭的。几年前我也曾做您的模特，想不到数年后，当我再次遇到您，人生的境遇却完全两样。”原来这囚犯就是当年充当耶稣画像的模特。画家一听大吃一惊，那你的相貌怎么变得如此丑陋啊？囚犯就把事实真相说了出来。当年他得到那笔模特奖金后，吃喝嫖赌，坏事做尽，冲破了道德法律双重底线，就坐进了牢狱，这相貌就变得如此的可怕了。这2个故事都是相随心变的有力注脚。华严经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我们的心就是善画的画家，能画出种种的图案来，心中惜贤求圣，自然会浮现出圣贤的风貌，心如凶神恶煞，面貌就像魔鬼一样的可怕。为什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见到有一些五官虽漂亮但看上去并不美的人呢？就是因为他们缺少心善的内涵呢。所以希望爱美的朋友们，首先要美化自己的内心呐。有漂亮的内心，才有漂亮的外表，才会有五福具足的命运。要知道，爱心是美容霜，感恩心是健身丸，慈悲心是解毒散。有了这3颗心，管保您身心和谐，相貌庄严，您的人生也一定能幸福美满。单说大长者子，为获得像佛一样庄严美好的身相，立即就从内心深处发下誓愿，
说：“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竭，唯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什么意思？就是说，从今天起，我将用自己未来无限的时间，千方百计为一切众生消除罪业，解脱苦恼。待一切众生的罪苦灭尽后，我再来成佛。这就是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句名言的来历，也是地藏王菩萨在因地当中的一段经历。大长者子的悲心切愿，感人至深。我们再听听地藏王菩萨示现小国王时候的以德治国，也是人神共亲。小国王的故事发生在更为久远的年代里，地藏经称其为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劫。劫的时间本来就很长很长，再加上个阿僧祇，那就更长了。阿僧祇劫是印度梵文，我们叫它无量数。这个数目之大，不是我们凡夫能够想得出算得出的，所以我们称它不可说尽的劫数。以前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叫一切智成就如来，这尊佛在没有出家之前曾是一个小国的国王，他与邻国的国王是好朋友。这两个国王志同道合，都认为法律并不是万能的，要想根本杜绝人类精神家园的迷失，关键还在道德教育。所以这两个国王非常崇尚以德治国，不但大力宣传推广道德教育，而且还能以身作则，力行实善，培养自己崇高的军德，来给他们国家的人民做榜样。要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谓上行下效，所以他们国家的国民都能自觉自愿地断恶修善，致使他们的国家祥和安宁，繁荣昌盛。可是他们邻国有些国家没有善法的教导，人民都不懂得因果，奸淫抢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那样的国家几乎就成了弱肉强食的大动物园了。这两个国王对那些造罪将受苦报的人民非常的怜悯，决定要以种种方便之法来度化他们。这两个国王在慈悲心的驱动下，各自发出了宏大的誓愿。一个国王说：“愿我早日成就佛道，来度脱这些罪苦众生，我要把他们都度脱轮回，转生善道，一个也不剩。”而另一个国王却发愿说：“我若不先度尽这些造罪受苦的众生，让他们都得到安乐，成就佛道，我就誓不成佛。”学佛法缘有两种，两种誓愿各不相同。一种是佛的发愿早把菩提证，然后再普度众生出火坑。一种是菩萨发愿先为众生把苦痛度尽众生，再把佛果成。两种发愿，两种心境，俱都是慈悲心中智慧生。要知道学佛发愿事关重，就像那诗人立志一般同。人生无志向，目标不确定，盲目努力一事无成。学佛发愿最有大功用，愿为先导能引动心性，大
成就要靠大愿来保证，大国出自大心中。发愿要先成佛的国王，最终果然登佛境，一切至成就如来就是他的名。发愿要先度众生的国王，千古人称颂，他就是大愿地藏，美名真龙长穷。诸位，学佛能不能有成就，关键在发愿，因为一切修行都是以愿为先导，发愿的大小取决于心量的宽广和狭窄，大果出于大因，心量大，成就就大。您看那小国王发愿要成佛，结果真就成了佛，他就是一切至成就如来。还有那个邻国王发愿要度尽众生，自己再成佛，结果他就在不眠不休的普度众生中，成就了自己崇高无比的德行，拥有了不可思议的智慧神通，堪与佛的慧日光辉比美。他就是十方诸佛都赞叹的大愿地藏王菩萨。因为他的誓愿广大无边，所以他能在十方世界当中现出不可思议的伟大威神与慈悲力量，能替茫茫苦海众生一一解除困厄。因为他太慈爱，太伟大了，所以只要我们一心称念他的名号，就能在他大爱光芒的照耀下获得无上温暖，让我们的福德智慧不断增长，圆满我们心中一切善愿。所以众生对他的崇敬也到了极点。因此学佛要想有大成就，一定要发大愿，只有量大，功德才大。这两个国王的故事演出了学佛求道的两种发心，一种是急于解脱的小乘心愿，自己先解脱，然后度众生；一种是佛菩萨的广大心愿，先度尽众生之后，自己再成佛。无论哪种发心，都能有大成就。但是如果你没有成佛的大志向，又没有利他的大心愿，只有自家一个小舞台，只想着眼前那点芝麻小事儿，什么孩子聪明，媳妇儿漂亮，老公提升，血压下降，你连往生极乐世界都不敢想，就更别说成佛了。你不立大志，就不会有大成就，也不会得大利益。所以学佛一定要向最上乘着眼。我们今天的学佛人应该再加上一条发心，那就是要求生极乐世界。如果能一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纵然不求现实利益，现实利益也会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自然成就，这叫两不误。有一点我们大家要注意啊，虽然说学佛发愿最重要，但是除了发愿之外，行也很重要。你光有愿而没有行，七愿就会落空。如果光有行而没有愿，那七行就是盲行，不会有结果的。所以愿和行都很重要，就像鸟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学佛有愿有行的同时，一定要有解，对佛法要有正确的理解。如果不懂佛法的宗旨而瞎行，就像一个人闭着眼睛开车上街乱闯，那容易遭遇车祸呀。你学佛首先要依正法生活，别今天冤亲债主来了，明天灾难到了，后天鬼叫门了。这不是佛法所说的自净其意，而是有碍于心灵净化。这么学佛不但不能解脱烦恼，还会增加烦恼，甚至还会给佛教添乱。单说这个邻国王以其大爱无私之心，再次书写出地藏王菩萨众生度尽方正菩提的大智大勇、大愿大行，
使其无尽的菩萨行永远与日月共聚不朽的光辉。我们再听听婆罗门女的故事，更是能开启无数人的至诚孝心。地藏经上本来是把婆罗门女的故事记载在小国王的故事之前了，我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把这两个故事的顺序调换一下，这并不影响主题思想。婆罗门女的故事也是发生在过去极其遥远的年代里。那个时候，地藏王菩萨曾是一位婆罗门种族的女子。婆罗门是印度4种社会阶级制度中最高的一个贵族阶级，最具势力。这位婆罗门女的父亲叫施罗善现，母亲叫月帝利。婆罗门女虽然出生于贵族家庭，但她一点也没有贵族小姐的脾气。她宅心仁厚，谦卑有礼，事母尽孝，待人和气，是当时一位远近闻名的道德模范。古人有句话叫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亲。一个人的道行高深，能降服蛟龙，震慑猛虎。古籍中记载许多得道高僧降龙伏虎，收龙虎为徒的故事。他们降龙伏虎的遗址，有的至今还存在。一个人的德行厚重，就能令鬼神亲近而加以保护。这位婆罗门女因为道德修养好，对父母非常孝顺，素辅积得深厚，所以她行住坐卧的时候都有天神来专门保护她，很让人羡慕啊。看来积德行善就有天神保护，那作恶多端就有凶神恶煞盯着啊。婆罗门女生活的时代虽有一尊佛叫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但这尊佛已经入涅槃，不在人世了，所以婆罗门女生活的时代属于佛法的相法时代，就跟我们今天的末法时代差不多，只有佛教的寺院、佛像、宝塔、经书和出家人存在。但婆罗门女自幼就对佛法很恭敬，她一见到寺院就欢喜，一见到宝塔佛像就虔诚跪拜，见到出家人就恭敬地布施财物和饮食，一见到经书经常是爱不释手，聚精会神地读诵。可是她的母亲月帝利就跟她大不相同了，因为他们婆罗门这个贵族阶级都自认为自己是梵天的后裔，掌握着神权，他们掌握着神和人的沟通特权，能占卜祸福。他们的职责和权力特殊，享有许多特权。因此这位月帝利只相信神权，认为神是万能的，他不相信佛法，经常轻视三宝，毁谤佛教。婆罗门女对母亲非常的孝顺，她见母亲只相信神权，不相信因果，深为母亲担忧。因为三宝是人天眼目，苦海慈航，毁谤三宝，七罪难恕。所以婆罗门女十分和顺地劝导母亲，希望母亲改变心态，升起正见，能从神权当中解脱出来。可是我们大家要知道，一个人的行为上有了瑕疵，还有挽救的机会。若是观念偏邪不正，那是最难改变、最难挽救的。要不那些信邪法邪教的人怎么那么难教育呢？尽管婆罗门女千方百计地劝导母亲归敬三宝，信奉佛法，但她的母亲始终没有对三宝升起信仰来。婆罗门女只好一面千方百计地劝说母亲，一面更加厚植自己的道德，希望有朝一日能感化母亲弃暗投明，走进佛法正道。可谁知没过多久，她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婆罗门女悲痛欲绝，她知道母亲生前
不信因果、毁谤三宝的罪过很大，死后必然堕入到地狱、畜生、恶鬼这3种恶道里边去受苦。婆罗门女很了不起，她不但有一颗至诚的孝心，要救母亲出苦，同时她也有很高的救母智慧。她没有采用贵族阶级那种隆重的丧葬仪式，什么吹奏丧乐出殡、宰杀3生祭神、大摆宴席酬谢嘉宾。因为她具因是果，她知道这么做不但不能救母亲，还会把母亲害得更惨。因为肉山酒海的宴席和宰杀动物来祭神，这都是很重的杀生之罪，会增加他母亲的罪过，连累他母亲遭受更大的苦啊。所以他采用了一种非常高明的救母方式，就是变卖了所有的家宅田产，把得来的钱全部用来做善事。他买来好香好花好果和精美的供佛器具，到各大寺院宝塔去供养仙佛和现前僧众，想以这种供养三宝的大功德救度他的母亲脱离苦海。婆罗门女在一座寺院里大兴供养的时候，见寺院当中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形象，无论雕塑还是绘画的，都很端正庄严，威德的容貌栩栩如生。婆罗门女一见佛像，犹如见到真佛一样，由衷敬仰，至诚礼拜，禁不住悲从中来。婆罗女跪在佛前，泪纷纷，瞻拜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情至真。他一边礼拜，一边暗思忖，连把如来名号默尊。弟子我是慈母，悲痛难忍，不知道我母神魂何处存，思慈母，思得我茶饭难解，念慈母，念得我夜难安身。一慈母，一得我境界其损，有慈母，有得我无内如分。苦慈母，苦得我眼泪流尽，想慈母，想得我断肠随心。佛祖您若在世，定会垂怜悯，一定能为弟子指点迷津。婆罗女一片孝心，言语诚恳，就是那铁石人儿也伤心。这小女
慈悲声音。婆罗女至诚感通，如来垂询，大晓得典范精神，千古绝论。婆罗门女痛哭流涕地倾诉自己思念母亲的悲苦之情。就在她真诚至极之时，突然空中传来一种特别亲切的声音，说道：悲泣的圣女呀，你不要过于悲哀了，我现在就只是你母亲的去处。欲知后事如何，咱下回接着说。东北大古书《地藏菩萨》。书接上回，话说婆罗门女失去母亲，肝肠寸断，她倾尽了所有的家产，来为母亲做功德，兴大供养。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塑像前，久久地瞻仰礼拜如来尊容。他至诚恳切的心境突然出现了感应道交的情形。他正在佛像前哭着拜着，心里念叨之时，忽听空中有人跟他说话：悲泣的圣女啊，你不要过于悲哀了，我现在就只是你母亲的去处。婆罗门女一惊，急忙向空中合掌发问：请问您是何方神德，来宽慰我的忧虑？我自从失去母亲以来，昼夜忆恋，无处可问，不知我母亲的神魂究竟去了哪里，生何境界？就听空中又说道：我就是你所瞻礼的过去的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我见你忆念母亲的情态加倍于常情众生的情分，孝心可嘉，故而特来告示于你。朋友们，当一个人拜佛求事，能听见佛跟他说话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婆罗门女一听，激动不已，立即腾身而起，将自己的整个身体朝空中猛力扑拜过去。由于用力过猛，竟把四肢骨节都跌伤了。骨节伤损，疼痛钻心，疼得他大汗淋漓，昏倒在地。左右侍从急忙过来把他扶起，千呼万唤多时，婆罗门女才苏醒过来。此时身心俱伤的他，强忍伤痛忧苦，依旧望空祈祷：愿佛慈悲怜悯，快快说出我母亲究竟生何境界？我今身心俱损，离将死，已经不久了，望佛垂恩啊！婆罗门女多孝心，自己都奄奄一息了，还在关心母亲的安危。她话音未落，又听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说道：大孝的圣女啊，你供养完毕，要早些返回家中，端坐思维我的名号，就能知道你母亲的去处了。婆罗门女一听佛的指点，供养完毕，立即返回家中，端正身心，
盘膝而坐，聚精会神地念起了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念了一天一夜，忽觉自身来到一个海边，只见海水涌沸，恶浪翻滚，好不惊煞人也。中出现大神通，忽觉自身离开家庭环境，来到一海边驻足定睛。见此海茫茫无际，恶浪涌，海水浑浊滚烫，热气腾腾。海上有许多恶兽，甚凶猛，俱都是这铁身铁头，牙似钢钉。海里面无数男子女人沉浮不定，被诸恶兽的争相追赶，吞进腹中。诸恶兽的抢吃活人，像拼命，大口大口吃得凶。海面上的还有夜叉千百种，全都是这锯齿獠牙，面目狰狞。众夜叉的捕捉男女活人，来玩弄，撕扯伯爵不留情。婆罗门女见此情景，正伤痛，忽见有一鬼王无毒来相迎。这鬼王一见婆罗门女，恭恭敬敬叩头礼拜，把菩萨称：尊菩萨为何来到这种环境？是游览是寻亲，还是度众生？这可是铁围山的大地狱，头道风景，往里边了还有大小地狱数不清。婆罗门女闻听此言，心一动，问鬼王：我怎么能来到地狱当中？鬼王说：到此之人有两种，一须业力，二仗神通。世间人遭罪，就要被这业力来引领，都得要到这大小地狱受苦刑。修行人呢，都有威德神通大妙用，能到这地狱观光旅游来兜风。婆罗门女闻听此言，心如明镜，就知道自己不是业力，是仗神通。她向鬼王询问大地狱各种情景，更担心母亲的苦乐与吉凶，忙问道：我母亲去世数日整，不知魂神落在何去当中。鬼王说：菩萨之母高明尊姓，请问她在世习何行业何营生？圣女说：我母她信邪不信正，毁谤三宝，不敬佛僧。我父我母都是婆罗门种，月地利就是我母亲命。无毒闻听肃然起敬，尊菩萨不要忧虑，切莫担惊。月地利罪女已经升天3日整，全仗她孝顺的子女有其能，为救母亲大设斋宫，布施诸佛如来积大功。大孝的精神天地都感动，上天昭示让你的母亲离开地狱到天宫。不光你母亲一人脱离苦境，就连跟你母亲一块儿在无间地狱受苦的那帮罪犯，全都沾光得超生，这个个个都到天堂中逍遥自在乐无穷你说说这样的孝心多么可敬，我真想给他磕仨响头举仨躬。这鬼王言毕合掌而退，无踪影。婆罗女转身归来记得清。这婆罗门女念佛可得了大利益了，念得一心不乱，入定了，定中自然出现了神通，不但1分钱旅游费没花，就免费到地狱的一个景点参观一圈，而且还得知他母亲升天的好消息。那么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为什么没直接告诉他母亲的去处，而是让他称念自己的名号呢？这是佛的慈悲呀！
教他一种既能自立又能利他、两全其美的好方法——念佛法门。念佛的功德利益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一个人能够以至诚心念佛一生，就能增加无量无边的福，消除无量无边的罪。因为婆罗门女特别牵挂母亲的苦乐生沉，在孝心的驱动下，她是诚心诚意的念得一心不乱，使心地一片光明，与佛心相契合，不但开启了她的心灵智慧，奠定了她的成佛基础，也让她的母亲沾了大光啊，由地狱直线上升到天堂。就连她母亲的狱友，同在一个无间地狱里受苦的那帮罪犯，全都沾光，得以超升天上。诸位，那无间地狱可是所有地狱里最苦的地方，进去容易出来难呐。那里边的刑具和各种刑罚多得数不胜数啊。在里边受罪的人，日日夜夜要饱受着各种酷刑的折磨。我们在世间若是生活不如意，还有那么点权利能自杀，可是在这里受刑不过，您想自杀都没门，因为这里是人的灵魂，不是肉体，咋折磨都不死。不过在此我得告诉大家，人呐，千万不能自杀，自杀的罪过很大呀。别以为自杀以后就能一了百了，得到解脱，没那便宜事儿。如果你业报未尽，即使自杀了，也将再接受另一期的生死。就像一个欠了债的人，为了躲避债主的追讨，把户口从甲地迁到乙地，那是没用的，早晚会被那帮债主追上门来。到那时候，你得连本带利一块奉还。所以自杀不但不能解除痛苦，还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痛苦。因此自杀是一个人灾难的开始啊！聪明人绝不能自杀。如果您真要有过不去的沟沟坎坎，您要求救于观世音菩萨和地藏王菩萨。这二位大菩萨不但大慈大悲、神通广大，而且还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缘分特别的深。只要您诚心诚意的求他，他一定帮您渡过难关。我说的可是真话，信不信随您了。我当年初中毕业，为了考师范学校，为了能考上，我诚心诚意的念观世音菩萨，结果在考场上我超常发挥，把最后一个本来不会的题都居然能叠出来。我的父亲老年痴呆，我念地藏经，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求地藏王菩萨保佑我的父亲消除业障，头脑清醒，临终没有障碍，走得好。结果我也实现了这个心愿。所以我今天把自己的经验之谈告诉大家，信不信随您了。世上有两种杀人行为，虽然不犯法，但是他犯重罪，那就是自杀和堕胎。这两种罪过果报很大，希望大家千万莫犯。单说无间地狱这个鬼地方，虽然苦得无比，可是古往今来总有许多人争先恐后抢着去，尤其那些不孝敬父母的人最积极。因为不孝顺父母的人死后都得下着无间地狱。这婆罗门女以其大孝的行为，不但拔出她母亲无间地狱之苦，而且还赋予她母亲以及她母亲的地狱同人以升天之乐。由此可见，这孝的功德是多么的宏大。单说婆罗门女从定境中回归过来之后，便悟到了因果报应的业海地狱种种情形，真实不虚，顿时生发了道心。他感激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佛力保护和加持，也怜悯那些在地狱中受尽苦难的众生，所以他当即就
就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塔像之前立下了弘誓大愿，说：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他情愿要在未来无穷无尽的时间里，为那些造罪将受罪恶苦果的众生广设千般妙法，让他们都能解脱应受的罪苦，以此来报答佛恩和母恩。多么可亲可敬的婆罗门女，她的孝是大孝，是至孝，是高层次的孝，要比我国古代儒家那些孝子们高明多了。像古代24孝里那些孝子明星们，虽然也能在父母的生前尽心奉养，在父母死后悲哀不止，守孝3年，时时忆念。有的孝子还因为母亲生前怕打雷，所以在母亲死后，每到雷雨天，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他总是跑到坟上大哭，说：母亲，您别怕，儿子在此陪您呐。这种孝心的确很让人感动，可是他不管啥用。若是能像婆罗门女这样，一哭就哭出个高水平，把母亲哭到天堂上去，那才彻底解决问题呀。你想啊，那上了天就不用怕雷了，那雷公都得敬他3分，哪敢在他面前随便的舞动雷锤呀？所以婆罗门女才是真正懂孝道的人，她是孝道的最好典范，首席专家。不过我很想在此提醒大家一句，如果您不能像婆罗门女那样会找地方哭，您也一定要会找时候哭。千万别在父母临终的时候守在父母的身边哇哇大哭，或者是忙着给父母穿衣服，那样你会把父母给害了。因为一个即将死亡的人，他的临终意识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有对生的留恋，对死的恐惧，有对亲人的牵挂，有的甚至还会出现幻觉，什么已故亲人引领啊，仇家索命等等情形。他的情绪会出现极大的波动，导致他的精神和肉体十分痛苦。这个时候，如果你忙着翻动他的身体给他穿衣服，他会痛苦至极而起嗔恨心，堕入地狱。如果你在他面前大哭，他会神魂忙乱，落入恶道。如果你要是真关心父母，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为他念佛，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或者地藏王菩萨的名号都可以。一句佛号或者菩萨名号传入他的意识里，仗佛力加持，他的心就会随佛号而转，升起正念。他一起正念，就像烈日照微霜一样，能令他消业增福，做个善命人。不仅能投生善处，也能为他种下将来成佛的因。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孝顺，你才真正积了大功德。如果你想给父母穿衣服，或者心里悲痛想哭，你要等到12个小时以后再进行。到那时候你哭出多高调门都行。因为一个自然死亡的人，通常于12个小时之内，他的灵魂，也就是佛家所说的神识，还没有离开，尚有部分知觉。从医学上判断死亡的人，从佛学观点看，未必就已真正死亡。大家也不要以为说衣服早穿才能得，其实早穿晚穿都得不着。你想啊，他连身体都带不去，那衣服他能带走吗？对他临终之际的心境安慰，解决他灵魂的安乐，才是最关键的。还有，父母过世后的丧宴，千万要备素席，一定要杜绝肉类上餐桌，因为吃肉是杀生啊。
会连累你过世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生前是善人，死后本该到天堂或者人间去享福，会因为他丧宴的杀生之罪而遭受连累，晚生善处。如果你的父母生前不是善人，他本该就到恶道里去受苦，你又为他增加这些杀生之罪，那是落井下石，会把他害得更惨呐。地藏王菩萨在未成道之前，做婆罗门女的时候，就这样孝感天地。她做光目女时候的孝敬精神，更是千古长存。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光目女的孝敬殿堂，去感受一下这种天地间最伟大的精神。佛经中记载，光目女的母亲喜欢吃海鲜，尤其喜欢吃鱼鳖之子，买鱼虾龟蟹全挑母的买，有子的买，煎炒烹炸蒸煮扒，烹饪的水平还练得很高呢，可谓用尽种种方法来大饱口福。一顿饭他能吃掉1000万条的性命。因为口不留情，杀业很重，所以死后就落入大地狱去受苦了。尽管他的女儿光目为他出资修福救拔，但因他杀业太重，始终没有脱离苦境。光目女非常关心母亲的苦乐生沉，就用最精美的食物去供养当时一位很有名的阿罗汉。阿罗汉就是修行正果的圣僧，就像济公和尚似的。因为阿罗汉都有定功，有神通，他能进入时光隧道，能知道过去和未来的一些事情，所以光目女就请求阿罗汉看看他母亲的神魂落在哪里。阿罗汉一听，这位请客送礼的目的还不错，感情孝心可嘉呀，帮帮他。于是阿罗汉就入定观察，他一观察发现光目女的母亲在大地狱里受极大的罪苦，他就把实情告诉了光目。光目女痛哭流涕，跪求阿罗汉，恳请尊者慈悯，快快救救我的母亲。阿罗汉摇了摇头，他杀业太重，不好救吧，只有你自己念佛菩萨的名号，兼塑化佛像，这样你和你的母亲就都能获得大利益。光目女一听，立即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心爱之物和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卖掉，用这笔钱请人雕塑绘画佛像，并以最真诚的心来念佛拜佛。人有孝心，佛有感应。当天夜里，他就梦见佛身大放光明，告诉他，光目，你的母亲不久就会升到你的家里来，才觉得饥寒就会说话了。后来呀，他家的奴婢果然生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出生未满3日就会说话。刚出生的孩子会说话，这真是佛力的加持啊。这个小男孩一见着光目就连哭带喊，说道，光目，我是你的母亲，你快快救我。这小孩一见了光目，痛哭流涕，起手叩头，声声喊得急。连连叫着光目，我的女。
我是你母，你要听仔细。自从我离开你，泪多大的雨，所受的罪苦我都不忍听。都怪我不信因果，不明事理。造罪业，业海地狱，真是不虚。只因生前满足一时口欲，死后万劫沉沦，追悔莫及。我今仗着你修复之力，才投胎做人，还是个下贱的，只能活到13就得死去，死后还要躲进地狱里。女儿你快快想想还有何计，赶快救我把恶道脱离。这老人家当初吃鱼鳖之子的时候顿顿没够，人家劝他少吃点，免得以后下地狱。他不但不信，还咒骂毁谤，说那因果报应都是扯淡，那些动物就是给人吃的。当初造孽的时候胆儿多大，现在遭受恶报了才知道害怕，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通病啊。这杀生不一定是将活的动物亲手杀死，买死的吃也是杀生，那是间接杀生，是助杀。助杀与亲杀同罪，楞伽经云，食肉与杀同罪。因为大家都不吃肉，就没有那杀生卖肉的了。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呢，我看见那些老人们到过年杀小鸡儿的时候，都好叨咕这么一套嗑，说小鸡儿小鸡儿你莫怪，你是阳间一道菜，他们不吃我不宰，您要有怨气，您去找那吃的去讨债。这句话可是含义深刻，大家好好琢磨琢磨。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世人之大恶曰杀生。这杀生是大恶，因为生命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杀生是世间最悲惨的事情。任何生命都是贪生怕死的，都希望拥有生之快乐。人与物类虽然在形体上、智慧上有所不同，但是在求生存的愿望上，在佛性上却是平等的。物虽不具人之形，却有人之情，他们都贪生怕死，都各爱生命，都和人一样有着强大的生命之爱。您看那怀卵的鳝鱼和螃蟹，在被下锅煮的时候，都极力弓起中间的身子来保护他们腹内的孩子。
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人在装修房间的时候，竟意外地发现被钉子钉在墙上的壁虎了。更为惊奇的是，这只脚被钉住的壁虎居然还是活的。他仔细一想，这只钉子是10年前装修房间的时候钉上去的，也就是说，这只壁虎就这样生活了10年，它是怎么活过来的呢？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停下活来，仔细的观察。他看了一会儿，发现另一只壁虎爬了过来，嘴里叼着蚊子，嘴对嘴的把这蚊子就喂到了那只壁虎的嘴里。这个人看后很感动，这整整10年的喂养，就是我们人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可他们却真实地发生在日本一对忠贞不渝的小动物身上。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哈佛家训》，那上边记载的都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学子们优秀的品质和成功的经历。那上边的故事都很感人，其中有一篇关于动物的故事，曾让无数人的眼睛湿润了。说的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一位优秀的动物标本制作专家，经常到深山里去打动物，制好标本后就送到博物馆或者大学的研究室。有一次，他在非洲的森林里正举着望远镜在寻找猎物的时候，突然被身后窜过来的一只豹子掐住了左手腕，把他扑倒在地。就在那豹子张嘴要咬他喉咙的危急时刻，他右手掏出枪来，啪的一声就打在豹子的肚子上。这豹子一声尖叫，倒在血泊之中。这位动物标本专家捡了条命，惊恐不安地爬起来，走向森林里边，包扎好伤口之后回来再一看，豹子不见了，地上只有一滩血迹和一条通向森林的血印。这专家很纳闷，他怎么没死呢？于是他沿着血迹就往前寻找，走了1000多米之后，血迹突然停止，他也停下了脚步，注目一看，面前有一棵大树，树干上有个大洞。这只豹子2条前腿扑到了树洞的里边，2条后腿挂到树洞的外边，就在那儿耷拉着呢。专家想看个究竟，他急忙爬到树上往里一看，顿时惊呆了。他见3只小豹子正喝着妈妈的奶，母豹子这个时候已经死了。他当时脑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顿时感悟到生命的可爱和神圣，敬畏生命的思想在他的心中蓦然产生。他把这4只豹子都带回来，把3只小豹子送进了动物园，把这只母豹子制成标本后放到展览室去展览，还在前边的大牌子上写上这么一段话：就是这只母豹子在它生命的最后一刻，拖着受伤的身体走了1000余米，爬到树上，把最后一点乳汁喂给了他3个孩子。从此以后，这位动物标本制作专家再也不杀生了。古人说：莫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好生之德，本自上苍啊！
寿长，人皆愿长寿体健壮，吾也望生命得安康，人都盼亲人平安天伦享，吾也怕眷属分离遭祸殃。你看那吾遭不住经费还走得样，正如人遭贼帮心恐慌，人遇险呼天喊地连声嚷，吾被杀也恨天无体，恨地无封藏，此心推己无泪想一想，杀他吃他应不应当？为什么人逢喜事举杯欢唱，却非要动物断头把命伤？句句尸体摆桌上，大口吞噬还说香，似这样生离死别悲惨状，怎能算喜庆，怎会吉祥？人民者必能有爱物心量，惨物者绝难有人民心肠。贪是人衣冠讲究有模有样，却原来五脏六腑失身装，只因为贪图口欲造业障，结下了众多仇怨，埋伏刀枪，岂不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血债早晚必要血来偿。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食肉杀生都得遭祸殃。光目女目怎么样，终难免自食恶果泪千行。欲知孝女救母有何奇思何妙想，下回书中说其详。东北大古书《地藏菩萨》。佛教提倡戒杀放生，主张素食，不仅是对其他生命的尊重与珍爱，更是为了关爱人类自己。因为所有的动物都和人一样，受惠则感恩，以苦则怀恨。别以为杀它吃它，它们一死就算结束，它们灵性不灭，早晚一定要报复的。明代高僧莲池大师曾告诫那些从事杀生行业的人说，你们杀害的这些众生的力量敌不过你们，才任由你们宰杀。如果他们有能力报仇的话，绝不会放过你们，定当如虎豹生吞了你们。莲池大师可是佛教界一代备受敬仰的高僧，绝不会打妄语胡说的。这番告诫可是透露着高深的智慧与慈悲呀。人类历史上无休止的暴力凶杀和战争，其根源就在于人类自己在不断的造杀业，由杀生食肉者之恶心与被杀助物之恨心结为冰结。所以古德有诗云，
千百年来万里耕，怨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世间的一切战乱纷争都从杀心开始，因为屠门夜半操行杀业，形成冤冤相报，继而从小范围的争斗与冲突波及到全球范围的刀兵战争。所以戒杀放生是解冤释解、消弭仇恨心、避免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举措之一。不光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如此说，古今中外的才智之士也有类似的表述。比如大文豪托尔斯泰说，只要有动物的屠宰场，就会有人类的战场。诺贝尔奖获得者艾辛格也说，只要人们让动物淌血一天，世界和平就没有来到的希望。这都是说，只有人性善良了，不再残杀动物了，人类才不会互相残杀，才有可能有世界和平。戒杀除了防止冤冤相报、互相仇杀之外，更是为了本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为人类谋求永恒的幸福。这种人我一体的生命哲学，我们一般人很难理解。佛教认为，一切现象的存在都是由种种条件和合形成，世间众生相依相存，每一个体、每一部分都要依赖于其他部分或他人他类才能得以存在并发挥作用。所以宇宙的生命乃是一个手足相连、圆融互射的大生命体，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这是佛教的缘起论，它告诫我们，人要敬畏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人类的命运。当他们被杀害殆尽的时候，人类就会成为地球上的孤家寡人而灭亡。他们的末日就是我们人类的末日。现代社会提倡人权，佛教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众生权，讲究无情有性、慈悲平等、善恶因果。不仅以慈悲心和平等心对待有情时的人和动物，就连无情时的草木、山河、大自然也予以关爱。因为人类的生存来自自然的哺育，人类的幸福来自自然的馈赠。人要想活得健康快乐和无忧无虑，就要与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和谐共处，绝不可恼怒或伤害其他动物。我们的古人常讲天下太平。什么是太平？太者大也，太平就是大宇宙、大平衡、大合作、大和谐。由此可见，佛法对人文社会有百善而无一害。佛教是人类文明史中的一座宝藏，是福利苍生的灵丹妙药。释迦创教3000载，佛法辗转1000年来，苦历千秋与万代，加之为
然山河来，徘徊遍者唱功声，佛教之神力圆融，至心为本令人惊，倡导和谐真高明，身和才能无有病，家和方能万事兴，社会和谐国昌盛，世界和谐无战争，天地和谐风调雨顺，宇宙和谐众生都安宁，绝不会有着自然灾害来发生。只可惜末法的众生少无心，不信因果胡乱行，私欲膨胀无止境，向大自然过分索取如发疯，破坏自然和谐与宁静，才招致大自然的猛烈报复不留情。洪水迅猛山洪凶，地震海啸举世惊，泥石流也常奔涌，沙尘暴还隔三差五的来兜风。最近有个新名词儿，叫温室效应，更让人头疼。各种各样的传染病都给我们来报警，斗争战争更是个人类敲警钟。面对着天灾人祸，大家当决心，赶快把佛陀的教诲来例行，让这智慧教育发挥功用，来为这世间整整容，转化凶险为吉庆，为人类带来幸福与光明。佛教的慈悲生物崇尚生命的真谛，真是人类永恒幸福的绝妙良方。如果人人都能按照佛陀的教义去行事，自然界的和谐与生态平衡就不会被破坏，人类也不会招致大自然的猛烈报复，交出一笔笔昂贵的学费。面对着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我们不得不佩服释迦牟尼佛那种远见卓识的大智慧和科学的眼光。科学越昌明，佛教的教义越能发扬光大，因为佛法的理论都能透过科学的考验，对科学造诣越深者，越能解释佛经中甚深微妙的道理，越能证明佛理的永恒性和真实性。比如西方科学界通过种种的科学手段，证明了生命确实有轮回现象，也证明了佛经中所说的十方虚空无有穷尽，世界国土不可限量，一杯清水中有84000个众生的说法都是真实不虚的。因为今天的科学已经证实了太空的广大无边，有着数不清的银河系、太阳系。不光我们居住这个地球有众生，宇宙中的无数星球也有众生的存在。在显微镜下也看到了一杯清水中的微生物千千万万。所以今天的大科学家们都非常赞叹释迦牟尼佛，赞叹他是一切的智者。因为2500多年前没有任何的科学仪器，而释迦牟尼佛却能说出这样符合科学的事实。若不是一个具有伟大深邃智慧的觉悟者，怎么能够描绘出这么伟大神秘浩瀚的宇宙真相呢？所以一个真正相信科学的人，他一定会崇尚佛学，因为科学和佛学都是在追求真相和事实。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博士也通过10多年来的大量科学实验，证明了人的心念能改变外在的物质世界，与佛家所说的境随心转不谋而合。所以生态环保的关键所在是心灵环保，
因为人类的居住环境是人类心灵环境的投影啊。要想使今天的环境恶化得到有效的扭转，必须从2方面着手，一种是物质环保，惜福节俭；一种是净化心灵，正本清源。这叫治标的同时彻底的治本，这样的环保才会收效显著啊。江本胜博士还通过这些科学实验得出了一个结论：所有的物体均通过波动处于非静止状态中，并以超高速的频率不断循环往复。这就是释迦牟尼佛2000多年前所说的至理名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没想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却很神奇地得到了科学的证明。色是指形形色色的事物，也就是物质。佛教的空是指事物的本质，不断变化的规律，离一切相状而有，隶属于精神。万物都是围绕着有情的业识心而时刻变化的，并非一成不变、独立永恒存在。万事万物时刻都在运动变化着，它们的存在只是暂时的假象，现在有，将来无，这叫空。我们肉眼所见的未必就是一种真实，所不见者却常常就是真实的存在。像万物，我们肉眼能看到，可是波动我们却看不见。江本胜博士的这些科学著作报告已经出版发行，叫《水知道答案》，各大书店都有销售。相信这些科学著作能给那些毁谤佛教是迷信的人一种震撼。仅从佛教的表象上来给佛教下结论，说佛教是迷信，是崇拜偶像，那会暴露您的无知啊！因为佛教里的一事一物都有理论上的根据，只是这种理论太高深了，非但不是3言5语所能讲明白，而且要有相当学问基础的人才能听得懂。其实说佛教是迷信的人，他自己倒犯了迷信的病，因为他不曾彻底的研究过佛理，有的甚至连佛教的普通常识都不懂，只是人云亦云，那才是真的迷信，迷迷糊糊就相信了他人的胡言呢。过去世间有很多一流才子、大学问家，都崇仰佛法高深的智慧而走进佛门修学佛法。多少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被佛门高僧的道德学问折服得五体投地。佛教义理高深，广大含儒，古今中外越是才智之士越容易接受。国父孙中山先生曾赞美佛教，说佛教是救世之人，佛学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篇。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世界上的宗教，我最赞成的是佛教。著名学者巴格尔说，在世界上伟大的宗教中，只有佛教是有意识、坦率的，以系统理性的分析来对待生活中的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几千年来不知产生了多少宗教，也不知有多少宗教在时间的浪涛里消失隐没，而佛教是现今流传最久、教化最广的宗教。它所以能够历久常新，靠的不是强权威势，也不是愚民神话，而是一种地地道道、客观如实且可以修行正德的伟大教理。可惜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佛教的形象被人为的扭曲了。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正信的佛教形象越来越模糊，正法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正气不彰，必然会出现邪魔乱舞，所以才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高举佛教的幌子搞名利，
才有那些假和尚在大街小巷上给人相面算卦、治病消灾，以这些非佛教的内容来骗财敛钱。更有那些胆大的奸商，竟把佛教的开光之说都盗用在他商品的广告上了，说他的商品里边有开过光的佛像，谁要买了就有佛光普照，吉祥如意。这么荒谬绝伦的骗术，居然搬到有名的电视台上反复播放，骗了很多人。还有那个歪脖老母之说，更是荒唐至极。可是竟有那么多人上当啊，这真是佛教的悲哀呀！若是人们对佛教的基本常识稍有了解，这些骗子就没有市场了，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佛法，是迷信。行骗者和被骗者全都是佛法的法盲，这骗子遇到了傻子，还一骗就成功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吉祥如意的秘诀只有一个，那就是断恶修善，诸恶莫作，岁岁平安，众善奉行，年年如意。若能戒杀放生，断肉吃素，更能消业消灾，延寿增福。戒杀放生聚善手，无限因功在里头。放生是救命，功德厚，家宅平安无祸忧。是慈悲能延寿，健康无疾，体壮如牛。放生就是化敌为友，偿还宿债，解冤仇。免遭刀兵与贼寇，无惊无险度春秋。戒杀放生苍天佑，所求遂意，命运顺流。不吃肉，能节省资源救地球。只可惜世人大多跟劣喽，不信因果变理由，说什么天造万物专给人享受，杀他吃他有何有？说什么天下的物类多多有，人人皆杀犯之仇，将来世界充满禽兽，人类岂不难存留？说什么不吃肉类营养不够，怎有精力去阴谋？这种种说法真荒谬，强词夺理进了湖州。岂不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万物乃天地之赤子，天地父母都把那万物赤子来忽悠，赤子忠义强凌弱，父母心发愁。谁敢违逆天地，把父母的心伤透，谁将来一定祸临头。这不信你就瞅一瞅，杀生哪有好兆头？若说动物不杀繁殖后，
恐怕人类有祸忧。这叫杞人忧天找借口，不懂因果知缘由。我们想想看，那苍蝇蚊子越杀越有，恐龙没人杀，这反倒绝踪灭迹命罢休。为什么越保护的动物越稀有，越杀害的动物越密稠？其中之理几人解得透？这叫行杀被杀后为畜生报冤仇。若是人人戒杀不吃肉，物类的业报消尽，就到人天去轮流。这动物世界减少户口，人天增盛乐悠悠。若说不吃肉类营养不够，请您看着吃草的兔子马羊牛。兔子机敏精神抖擞，牛马力大羊儿温柔。这些事实您若不接受，那可真是愚痴过了头。我常想啊，那肉类不就是死尸吗？有什么好吃的？再说了，这死尸啊，不能白吃，吃完还有后遗症。古人有首肉字歌，说肉字本是两个人，迷人不知大口吞，有人识得其中意，原来却是人吃人。人类举起屠刀挥向动物的同时，也正是挥向人类自己。近年来，肉食疯狂地占据餐桌，人类也迅速攻占医院的病房和手术室。因为动物在被屠宰的时候，在极端恐惧与含恨中，它体内的细胞将产生大量的不良基因和毒素，对人体的健康非常有害。再加上被食用的动物饲养的条件太差，它们饱受着虐待，情绪不佳。有的动物在被屠宰的时候，身体已经产生了病变，人吃了它的肉，就等于把它的病毒吃进自己的体内，能不吃出癌症和各种疑难杂症吗？吃肉有害健康，这还是小后遗症，大后遗症更可怕，那是冤冤相报，互相仇杀。素食促进身心健康，在医学和营养学上早已有了明确的证据。如果有谁否认的话，那是因为他的科学常识落伍了，跟不上时代了。21世纪，就连美国的航天员都将以素食太空餐为主了，那可是全世界最有科技含量、最有营养、最高级的菜谱啊！有的人至今也不理解吃肉的危害性，为了吃肉，他都不敢信佛教。其实素食虽然是佛教鼓励的事，但佛教并不要求所有的教徒都得一律吃素。再说，你信不信佛教吃肉都有罪过，这并不是佛教规定的，而是一种自然的因果律。实际上，佛祖耶稣、孔子都提倡素食，只是他们都知道人类贪图口实的欲望太深了，如果硬性规定的话，就会有很多人为了吃肉而放弃信仰，那样对整个人类更不利。所以这些圣人们每当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比较委婉。像佛经中说，要戒杀，您可以先吃早斋。这就像劝一个人戒烟，说你呀，先早上不要抽烟。这并不是说你早上不要抽烟，下午就可以大口大口的抽啊。基督教的圣经中也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大家想想看，天底下到哪里去找那没血的肉呢？这就好比劝一个老烟枪戒烟，对他说，你呀，什么烟都可以抽，但是有尼古丁跟会冒烟的烟你不能抽。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告诉你不能抽烟。孔子在《论语》中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符合以下条件的肉才能吃：新鲜，色泽好看，闻起来没有腥味儿，有适合的烹煮方法，符合时节，煮出来的肉要方方正正，蘸了佐料要符合胃口。煮过菜的人都知道，
这盘菜他根本就做不出来。即使你做得出来，孔子只要找个借口就可以不吃了。这些圣人们为了引导我们这些欲望过重的人吃素，真是用心良苦啊！但愿那些大口吃肉的基督徒别再说上帝让你吃的了，是您错解了上帝的仁爱之心呐。不光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吃肉杀生者今生或来世必将遭受多病、短命或者堕大地狱的果报。光目女的母亲就是因为杀害、毁骂2种恶业，堕入大地狱里边受苦的。单说光目女，闻听母亲的声声呼救，肝胆俱裂，五内如焚，她嚎啕大哭，仰天大叫：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必13岁，更无重罪，极利恶道。光目女闻听母言，心如刀绞，肝肠寸断，悲泪滔滔，顿足捶胸，仰天大叫：愿我之母别再把罪遭。13岁寿命结束了，再无重罪，恶道永抛。十方诸佛慈悯，听分晓，听我为母发愿，在今朝。若得我母永离三途道，就连下界身女人身也永远受不着。我愿在清净莲花目如来像前心愿表，从今后度众生百千万劫，不疲不劳我都情愿救济去拔草，所有的罪苦众生一个不漏掉，帮他们把苦与乐都把罪消。我不成佛道，众
生渡尽，再把菩提摇。光目女大愿一发，十方都倾倒。那真诚感天动地显了光耀。老天赞叹，风似骄傲，哗哗哗，大地鼓掌，树木摇，雾腾腾，高山点头，启程道。雨蒙蒙，江河欢呼，浪花高。星云感动，蜘蛛叫，飞鸟真惊，望归巢。小的精神，千古绝少，感应得如来出生把他招。光目女有感，佛就有应了。她这至诚的孝心，顶级的大愿，虽未感应如来现身，却感得如来在空中有声，告诉她一个绝佳的消息。什么消息？请听下集。东北大古书《地藏菩萨》。话说光目女为救母亲，发出了宏大至极的誓愿，说只要能使我的母亲永远脱离地狱、畜生、恶鬼这样恶劣的环境，也不再做下贱人，甚至连女人都不做，只做尊贵的大丈夫。这是排除他母亲生命中所有痛苦的因素。那么我就从现在开始，在以后无限长的时间里，把十方世界所有地狱里受罪的人，以及畜生、恶鬼道里的罪苦众生都救度成佛后，我自己再来成佛。这誓愿发得太大了。光目女的发愿追本溯源，是地藏王菩萨在因地里数次发愿当中最本初的发心，最大的誓愿。这誓愿都大到顶级，不能再大了。要知道宇宙是重重无尽的，不光只有我们这一个世界，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再加上上下，共计十方。而这十方世界是无边的，国土是无量的，众生是无尽的，业报是无涯的，地狱都是人的恶业感召的，地狱的刑具也是随着人心的恶念变现出来的。因为众生的恶念是昼夜不绝的，所以造罪在地狱里受苦的众生也是永远无尽的。再加上畜生和恶鬼道里的众生，那就更多了。而光目女却发愿要把所有世界、所有地狱以及畜生、恶鬼道里的罪苦众生都救度成佛后，自己再成佛。这是何等伟大的牺牲奉献精神！一个人能为父母发心，本是平常之事，但是要发出这样广大之心，可实在不易。
别说发这么大的誓愿，我们今天有许多的儿女在父母过世后，让他为父母吃素49天，念念经，念念佛，以此功德助父母投生善处，他都不肯。他说：“我不信那套。”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把父母的苦乐抛在一边。岂不知这49天对于过世的父母来说是非常的关键。通常人在死后，除了有大善之人死后立即升天享福，有大恶之人死后立即堕地狱受苦之外，至于我们不善不恶的一般人，死了以后都有49天的缓冲期，等待业缘的成熟，再决定轮回的去向。这个时候，如果有儿女家属为他吃素、念经念佛，亡者便可得到这种善业功德的感应帮助，而促成他生于善道。如果亡者已堕恶道，以儿女吃素念经的功德，也能改善他恶道的环境，减少他的痛苦。若是已生善道，依此功德也能增进他在善道的福乐。所以这49天是儿女们报答父母最好的时机。若是真正孝顺的儿女，凡是听到对父母有好处的事情，都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更何况此事又是千真万确呢？但愿天下的儿女都能在父母的生前尽心奉养，在父母死后能够多为父母做功德，别弄得肉山酒海来给自己装面子。那样做会增加父母恶业的担子，把父母给害了，那是大不孝啊。单说光目女为救母亲离苦得乐，竟肯做出如此重大的牺牲，发下了如此广大的誓愿。他发愿已毕，就感得佛在空中有声对他赞叹说：“光目，你真是大慈悯，竟会为了你的母亲发出如此广大的誓愿。我观察你的母亲，这13岁的寿命结束后，就可升为梵志，寿命100岁，100岁以后就可转生到无忧国土极乐世界去，寿命无限，然后就可成佛了。”光目女一听，急忙跪谢佛恩。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罪业如火，愿力如水。要想灭火，就要有水。大火需要大水浇，大罪还需大愿灭。要想灭大罪，就要发利益众生的大愿。光目女为她的母亲发出如此广大的誓愿，犹如大水灭小火一样，把她母亲的罪业通通消灭，使她的母亲短寿变长，下贱变高贵，最后还能成佛。光目女的孝心就是地藏精神的核心，不但孝一己之父母，更要孝一切众生。这样的孝是大孝，是至孝，是广义的孝。正是这种大孝至孝，使得地藏王菩萨始终以无畏牺牲的精神，书写着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的大智大勇、大愿大行。地藏的孝心，我今说出，大家一定很佩服。大使他累劫此亲都得度，大孝的精神千古绝无。他把所有众生视为父母，不疲不倦去帮扶。他为把众生万般苦，始终往返6道与3途。他
他走的是一条永无休之路，不重名位收获只付出，难怪众生对他崇敬到极处。他真是苦海众生，生死长夜一盏灯烛。朋友们，地藏王菩萨在久远的因地修行中，可歌可颂的事迹实在是不胜枚举。我只列举了这4个故事，作为地藏王菩萨度众生的公案，向大家介绍一下，希望大家能够认识这位佛教当中广行孝道的大愿实践者。我们对菩萨认识的越多越深刻，对菩萨的恭敬心就会越增长，效法菩萨的心愿就会越真实。孝是人性的本来元素，我们人人都本具一颗孝心，但不一定人人都懂得孝的深刻含义。孝顺不止于外表的尊重，内心的恭敬和关怀才是最重要的。孝顺也不止于只孝一己之父母，它更有宽狭大小之别。能孝敬自己的父母是小孝，能孝敬天下的父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大孝，能够成就圣贤，普利众生，使千秋万代人获益无穷是至孝。希望我们都能以地藏王菩萨为榜样，从小孝走上大孝，奔向至孝，我们的未来就会无限美好。单说这位伟大的地藏王菩萨，一其感天动地的孝心，久远劫来一直驰骋亘古不变的愿力，分身百千万亿，往来三途六道，视一切众生为父母，用尽种种方便为众生拔苦欲乐。他本应早成佛，而宁愿不要，但处菩萨地位而不取正觉。他不重名位，不问收获，只知耕耘，在利他中完成自立。他走的是一条永无休止的精勤之路，具有与佛相等的慈济之心，具有大地一样深广的德行。为什么菩萨的名号叫地藏？就因为他有舍己负重的伟大胸襟，他有孕育万物、承载众生的菩萨本怀。大家知道，大地不但能生长万物，还能承载万物，万物都得依住在地上。地藏王菩萨有广大的慈悲，一切众生都要靠他救护的，众生的善根都要靠它生长的，好像土地一般，所以叫做地。藏是宝藏，财宝可以救济人的贫穷，圆满人的事业。这位菩萨有无量的法财，能布施一切苦恼众生，切使他们都能修行成就，好像宝藏一样，所以叫做藏。用地藏二字来比喻菩萨的道德，真是太恰当不过了。正因为菩萨有大地的胸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所以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根性，一旦你需要帮助，他就不请自到的帮助你，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真正做到了先众生之忧而忧，后众生之乐而乐。他的大愿，他的智慧，他的慈悲，他的孝行，他的耐心，他的威神力，他的种种善巧方便，都体现出一种至纯至善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无条件的帮助，全心全意的服务，
不求回报的奉献。地藏精神的核心就是大爱无私，彻底奉献，这是天地间最伟大精神。地藏精神最伟大，当今社会更需要它。唱慈心它有千般妙法，尽孝道它更是首席专家。促和谐助人为乐，眼不眨，造福祉爱岗敬业，永不疲乏。拔为苦地狱火坑他敢踏，扶弱残分身遍布海角天涯。牺牲奉献万古传佳话，惠泽苍生鼓励着你我他。地藏王菩萨实在太慈爱太伟大了。实际上我用伟大一词也不足以描述其伟大于万一，可这有限的语言很难表达出菩萨的无限慈爱。所以地藏经上记载，释迦牟尼佛对地藏王菩萨的最高赞叹不是用语言，而是从顶门上放光来赞叹的。要知道，头是一身之主，顶是一头之尊。头顶是人体至高无上最尊贵的地方，佛从此处放光，可见佛陀尊重和赞叹地藏王菩萨和地藏法门已经到了极处啊！一切菩萨的誓愿都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唯有地藏王菩萨的誓愿是度尽众生方成佛道。其愿力之广，孝心之深，人天共亲，诸佛赞叹。所以释迦牟尼佛临灭度前夕，在忉利天宫召开一个非常隆重的大法会，当着十方诸佛菩萨和天龙八部的面儿，反复赞叹地藏王菩萨。世尊先是放光赞叹，然后又用语言来赞叹。地藏经上记载，释迦牟尼佛举着金色的手臂，一面抚摸地藏王菩萨的头顶，一面呼唤地藏王菩萨的名号，说：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议，汝之慈悲不可思议，汝之智慧不可思议，汝之辩才不可思议。正是十方诸佛来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世尊他对地藏推尊之极，摩顶赞叹，流露爱惜。叫地藏，你的威德神力不可思议，救冤解，度脱众生，切苦不息。
我今要立誓，灭毒如鸡，望你把如来家业来代替。至今知道弥勒出世长达56亿7000万年余，这段无佛时代，众生苦逼，愿你驰骋大愿度渔民。令娑婆众生永离诸恶趣，悉是解脱得证菩提。阎浮提度化众生，任无结局，为你弘誓愿力能坚持，化度刚强众生是非义，只因为习恶者多来，为善者稀。记住今日在忉利天中付诸你，莫让人天众生恶道当中受苦泣。若有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杀一地，你也要以道理拥护，勿令退失。他们多恶趣一日一夜都不许，更何况落入无间阿鼻无出期。未来世众生造业将多去，你要以种种方便助他把苦离。倘若他临堕地狱门首，善念升起，能将一佛名一菩萨名口中提，或是念出大乘经典一句一记，你也要以唯德神通解救危机，现出无边身形粉碎地狱，令他们生
登天享乐，心欢愉。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五经殷勤付主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世尊他殷勤付主，慈悲之极，就和那慈母抚育婴孩差不离，终要培养他成人，能自立，希望他健康成长，快乐无虞。地藏他被世尊慈悲感动，痛哭流涕，胡跪合掌，悲心焦急，犹如孝子接受遗嘱，承父职，只想承担把话题，说了声唯愿世尊莫以此为虑，莫把未来众生挂心机。未来时若有善男和善女，对佛法一念恭敬，我绝不舍离。令其解脱生死苦海里，未来世若有众生为善好发许，我都令其善根增长，直证菩提。若有众生造大恶，多苦趣，我定以神力灭恶，把足回去。久远劫蒙佛接引，仗佛慈力，使我获得神通大利益，报佛恩我定分身百千万亿，往来六道三途永不歇息。
赏他这番直下承当慈悲之语，与会的诸佛菩萨都赞叹称奇。天龙八部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暗称赞大笑的精神千古第一。朋友们，说到这里，我的内心特别的惭愧。释迦牟尼佛临灭度之前，对我们的众生还这样的牵挂，还这样的慈悲。可是作为佛的弟子，我们不能敬佛之德，不能感佛之恩，不能按佛的教导去做，是多么的不应该，多么的惭愧。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对地藏王菩萨的殷勤付嘱和地藏王菩萨的直下承当，使在场所有的诸佛菩萨与天龙八部都深深的感动佩服。后来有很多人读地藏经，读到这个情节的时候，都被这殷勤付嘱和直下承当的无尽慈悲感动得潸然泪下。当代高僧弘一大师每听人读地藏经，读到这临命中托孤之文的时候，都放声大哭。地藏王菩萨接受了释迦牟尼佛的付嘱委托后，果然就一直在天上人间三途六道不眠不休地救度众生，像大地一样将诸佛功德事业并众生的苦恼全部荷担起来，含藏在悲愿心地之中。他敬事负责的精神堪称人间的表率，多少重病将死的人称念他的名号，就能在他大愿威神力的加持下解脱死亡的恐惧。多少生活不如意的人们向他发出求救的信号，就能获得他大爱光芒的照耀，而获得人生的福利。他的确能让一切众生的小善增长，直正菩提，大恶消灭，不堕恶趣。地藏王菩萨在久远劫里救度的众生无量无边，我们每个人都受过他莫大的恩泽，都是他已度、当度、未度的对象。他对众生无限怜爱，众生也对他无比的崇敬。无论在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佛教国家，地藏王菩萨都获得了广泛的信仰。用现代一点话来说，那是粉丝儿遍布世界各地，天上天下，太多了。尤其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渴望幸福的人们更是把地藏王菩萨当成是人间的救星。人们追想他历劫行孝救苦的慈悲大愿，崇仰他的大孝精神，感念他的救济之恩，竟不辞艰辛千里迢迢去朝拜九华山，以此表达对地藏王菩萨最高的诚敬之意。其实真正的朝山并不是向哪座山拜，而是参悟自己崇高的心性，自信的高山。朝是方向，是把自我的心、自我的身、自我的行为朝着一个方向目标前进。山表示德高，德高如山，心要培养这份德，就必须像山一样。九华山既然被看成是地藏王菩萨应化的道场，它就代表一种精神，
一种大爱无私、牺牲奉献的地藏精神。我们要朝九华山，就要在自己的心中培养这种孝敬之德，要做生活的奉献者。首先要从孝敬自己的父母做起，然后再把这份孝心升华，以无私心帮助他人，以孝顺心服务他人，以慈悲心关心他人。这样不仅能为社会带来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和谐景象，也能打开我们的心扉，启发我们的慈悲，让我们的心中矗立起一座永远的九华山。这才是真正的朝九华山，才是对地藏菩萨的真正恭敬。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地藏王菩萨的加持保佑呢？地藏王菩萨又究竟住在哪里呢？请听下集。东北大古书《地藏菩萨》。书接上回，要寻求地藏王菩萨的加持保佑，不一定非要去九华山。九华山的地藏比丘金乔觉，只是地藏王菩萨度化众生的千万亿身份之一。观世音菩萨能32应周尘刹，地藏王菩萨能化现金融处处分。他们都有无量无边的化身，都神通广大，能常游十方世界，常为一切众生的不请之友。假如我们要感应菩萨慈悲保佑的话，菩萨就像天上的月亮，我们的信仰就像海水、江水、湖水，乃至一盆水、一碗水。有水，那个月亮就会映到水里面，千江有水千江月。当我们提升自己的孝敬之德，发自真心去关爱他人的时候，那颗浮华、烦躁、自私的心当下就可得到净化。这个时候，地藏王菩萨就与我们同在呀。我们心里崇敬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就在我们心中。无论你在哪里需要他、想到他、念到他，地藏王菩萨就在哪里帮助你。有福气的人遭遇坎坷逆境的时候，一定会求救于地藏王菩萨。没福气的人一旦遇了点倒霉或者打击，总是好求助那些巫师神汉，不是让这个破破，就是让那个算算，结果不是被人忽悠瘸了，就是被人忽悠泥了。其实地藏王菩萨才是消灾解惑、增福延寿的专家。人生最不吉祥的事情，莫过于贫穷、疾病、家宅凶衰、眷属分离、夜梦不安、心愿相违。这些最不吉祥的事情，若是能至心瞻礼地藏王菩萨的像，分文不花，就可转祸为福。尤其重病将死的人，若能一念皈依地藏王菩萨，或者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病痛很快解除，特别灵验。为什么？因为他求生的欲望强烈，念的真诚，没有杂念，心纯净了，就跟菩萨接上头了，就可得到菩萨的加持保佑了。这可不是我夸张，这是地藏经上说的，佛经绝无虚言。人能达到至心，那种至诚一念的力量的确非常大。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个典故就是个证明啊。汉朝名将李广，一个不修行的世间人，一念真诚都能把大石头射穿。要是出家修行的人，一念真诚，那力量就更大了，能把自己好多劫的罪都冰消瓦解。过去有位禅宗祖师，他一静坐参禅就昏沉打瞌睡，他没办法对治，自己就坐到了悬崖上，把自己撂到必死的地点，掉下去就是个死。这位祖师的道心还很坚定啊，刚开始还挺有效果，可是坐着坐着又犯昏沉了，呼的一下，一打瞌睡就冲下去了，身子就落下悬崖。就在他身体飞速下冲之际，啪，被
被人家给接住了。老和尚一惊，忙问：“你是谁？”对方回答：“我是护法韦陀。”老和尚一听啊，非常自豪，心说：“看来我的修行不错，连护法韦陀都亲自来保护我来了。”想到这儿，沾沾自喜，说道：“看来这娑婆世界上像我这么有修行的人恐怕不多了吧？那意思是我比别人强？”韦陀菩萨一听，当即啪的一下就把他丢到悬崖上了，怒目圆睁，哼！娑婆世界像你这骄心慢心的修行人多得很，冲你这一念骄慢之心，我10劫不护持你。诸位，那10劫的时间可相当长啊，几千万年都不止。韦陀菩萨说完没影了，老和尚自己就坐那想，哼，有什么了不起？不护就不护，我当初也没指望你们哪个护法来护，不护我也照样修。为证无上菩提，何惧粉身碎骨？想到这儿，他又坐到悬崖上开始修。可是修着修着又犯昏沉了，呼的一下又掉下悬崖，啪，又被人给接住拖上来了。老和尚睁眼一看，还是护法韦陀，他心里很纳闷，忙问：“你不是说10劫不护持我吗？你怎么又来了？”韦陀菩萨说：“你刚才一念超过10劫，我们看这念头的力量多大。其实何止10劫呀？地藏经上说，若有行善不造恶的男子女人，听到地藏王菩萨的名号，能够合掌恭敬的、赞叹的、礼拜的或恋慕的，就可超越30劫罪。因为地藏王菩萨誓愿宏深，悲心广大，别说是行善的男子女人，就是我们这些造罪恶的人，能够称念他的名号，或者读一读地藏经，就能在他大愿威神力的加持下，获得无上加持之力。地藏经如今最流行，各行各业都有人尊崇。佛经真理不怕时间来验证，穿越时空，价值永恒。多少人不奉获得大受用，战胜病魔，身体康宁。叛逆的儿女变孝敬，贫穷家庭一时丰。心安理得有吉庆，拥抱吉祥，构筑成功。莫学我也受地藏经恩惠重，也曾沐浴菩萨大爱春风。我从前甲状腺是得瘤，说是恶性，天天发烧，头晕疼。专家教授让我开刀把手术动，还说我肿瘤靠阴带，风险让我自担承。听此言我如同五雷轰顶，下决心不靠医院，靠地藏经。我当时发愿吃素49日整，读诵49日地藏经。我天天在家把经诵，礼拜地藏菩萨把名号称，求菩萨保佑我消除顽症，我定要演唱善法利益众生。真诚发愿有妙用，不
不足1月，中流消失影无踪。亲朋好友都为此事受感动，纷纷向我索求地藏经。我一面免费来提供，一面把读经的方法要领来说明。他们人人如理如法来持诵，这个个获益系心中，子宫肌瘤和癌症全都解除获经。我的父不信因果，杀业重，光目女母跟他一比都算轻。我父亲下捕鱼别东打猎，年年都以杀业来谋生。他织的渔网特别管用，这往往撒下收获丰，枪法精准，百发百中，枪口下着无数生灵丧残生，顿顿都有着鱼鳖野味来享用，连吃带卖的生命数不清。我父亲老年悲哀，晚景不幸，痴呆糊涂，头发懵，什么话语都听不懂，吃不吃饭都不知情。我为他读诵地藏经150遍，这竟有奇迹来发生。我父的头脑转清醒，接近往昔正常人生。最可喜他临终之时忏悔举动，一拳击抗，痛悔生生，恨自己不该杀害无数生命，说自己罪该万死难宽容。我当时见此情景都发了愣，他老的那番痛切忏悔可真够诚。若非大愿地藏菩萨为神妙用，我父他怎知杀生有罪，怎懂忏悔情？这临终的忏了悔，把他的业障全消尽，他自己穿着整齐，走得安宁。平日里我的窗前门外总是有人来走动，吵吵嚷嚷乱哄哄。那一日的房前屋后特清静，青天白日鸦雀无声。我为他念佛16小时整，左邻右舍的不知情，没有恶缘和逆境，更让我深深感动，信心倍增。菩萨的无边慈爱令人敬，广大的誓愿真实不空。哪怕你罪孽四海堕苦境，痛且忏悔积德应。即使你业障如山中，这至诚行愿超生。怪不得世尊特把地藏菩萨来推崇，嘱托十方诸佛菩萨推广宣传地藏经，安排地藏经的广告代言人都是大名鼎鼎，专让观世音这菩萨来诞辰。地藏经确实能为众生拔苦娱乐诵极清，阐述的命运因果理足一明，能唤醒人们心中善良本性，能把人生频道调得快乐画面中。人生若有地藏经相伴，引路径一定能春风得意，心想事成。地藏经不但能为人消灾去病、趋吉避凶，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它是最权威、最科学的胎教经典。若是怀孕的准妈妈们每天能够读诵1遍地藏经，母子母女都会消业增福，孩子的一生一定幸福平安。若是母亲的心象能够时时随着经文的教导而转，胎儿秉此纯善正气，其生绝非凡品俗流，必将成为福德智慧、光宗华国之子。希望怀孕的准妈妈们千万把握这个良机呀！培养孩子是父母的头等大事，您赚多少钱存到银行里，那都是死银行。您花点时间读一读地藏经，养育出一个好孩子，那才是活银行，您的家族才能真正的兴旺。那么地藏经为什么能为人消灾解惑、增进福乐呢？第一，因为地藏经讲的都是命运的因果律，生活当中的因果报应，处处都在提醒我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它能驱除人们罪恶的念头，能唤醒人内心善良的本性。换句话说，
它能抑制人的恶念，而开发人的善念。而人生祸福吉凶的根源，恰恰就取决于人的起心动念。天大祸事都从微微一念发生，无量福慧也从微微一念促成。起一念之恶就要获罪，起一念之善就会增福。第二，地藏经是地藏王菩萨教人行孝的宝典，是佛门的孝经，它感召力特别强，能开启人的孝心和感恩之心。而孝心和感恩之心正是幸福人生的基石啊！人难免会碰到不平的境遇，如果能选择用感恩的心去对待这份不平，生活就会因为这感恩之心所送出来的一个个善念而发生不可思议的改变。人的习气毛病也会越来越淡，人的心念转了，身体这个物质环境和周围的人事环境自然就转了，因为境随心转嘛。当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了孝敬和感恩的时候，他身体的免疫功能增强，能战胜各种疾病，也包括癌症。所以读地藏经能治好癌症一点都不奇怪，因为那癌细胞是小偷，免疫系统是警察。当警察个个精神抖擞的时候，那小偷他哪敢造恶呀？第三，读地藏经的时候，一定会被地藏王菩萨大孝精神所感动，情不自禁就会对地藏王菩萨敬佩之极。这一念的敬仰之心，不但能得地藏王菩萨的威神加持，也能得十方诸佛菩萨的保佑。因为十方诸佛菩萨对地藏王菩萨历劫行孝救苦的慈悲大愿都赞叹，都愿意围绕协助地藏王菩萨广度众生。就连大名鼎鼎的观世音菩萨都热衷弘扬地藏经，所以持诵地藏经的确能获得人生的福乐安康。这些年来，不光我本人持诵地藏经获益匪浅，就是我的亲戚朋友遇到生活的不如意，我向他们推荐地藏经，他们读诵后都获益匪浅。任何人持诵地藏经都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利益，若是能把地藏经上的教导落实在您的生活当中，那更可以获得不可思议的大利益。地藏经的加持力非常强啊，以散乱心读诵都能获益很多，这是我的亲身体会。那么地藏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效呢？因为它的主人公是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的功德太大了。要知道，有修行就有功德，修行越精进，功德越大。地藏王菩萨的大爱和大愿，那是一种大善业、大修行啊。他获得的也是一种至善的果报，是无量无边的大功德。我们若能在他这大功德田里播下善业的种子，定会收获丰隆，硕果累累。所以我建议朋友们，不管您学不学佛，要想您的人生幸福、事业成功，地藏经不可不读。因为地藏经是幸福人生的灯塔和宝筏。人生如棋，当慎之又慎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下一盘人生之棋，每一颗棋子的落点都有相应的回报。如果一子落错，满盘皆输。地藏经就是教导我们如何下好人生这盘棋，让我们执人生之棋在手，一招一式都落到赢点上，成为人生的赢家。读地藏经，每个人获益的多少，要取决于个人善根的深浅和心象转变的大小。你要想获得大利益，必须注意这么3点。第一，读经之前，要把您读经的目的和愿望讲一遍或者想一遍，
等目的明确后，静下心来，等您的心态平静后，再开始读诵。在读诵的过程当中，要放下您所有的攀援求取之心，要一心专念。等念完经回向的时候，再升起你求事的念头，把所求之事祷告给菩萨，求三宝加倍，地藏王菩萨加持，让您消除业障，增长福慧，早日实现心愿。这样您的心地清净，业障也消得清净。第二，因为我们每个人无始劫以来都是业深障重，要想消得快，就要发愿，发利益众生的大愿。发愿是消业增福的快捷方式。第三，读完经回向的时候，心量很重要，不要光想着一己一家的好，要希望所有的人、所有的家庭都好。只有量大，功德才大。念经回向要学会，获益多少关键看此为。若将念经功德只求自身荣华富贵，心量小小功德为。若能回向法界众生，功德会加倍，小功德也能够大发挥。就好像一杯水泻入那大海内，供大海浑化，永不干退。一杯水仿佛就是大海水，这就叫以小化大，永不没。肺腑之言，奉劝各位，大收获来自大舍大量大心扉。每做一件善事功德都别浪费，要把它回向法界，心存慈悲。不论念经、念佛还是做任何的善事，把功德回向给他人，自己的功德不但丝毫不损，还会增加。所以读地藏经一定要以地藏王菩萨为榜样，要有一种大心量。由于每个人的宿业因缘不一样，读经时候的澄净心不一样，发心的大小也不一样，所以每个人所得的利益各不相同。即使是同样的问题，有的人可能读几周就解决了，有的人需要读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达到目的，也有的人还会在读经期间出现逆境，那也是重罪轻报、消业增福的好现象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不要一出现逆境就开始怀疑，哎呀，这地藏经不能读啊，招鬼呀！我告诉您，这种想法非常罪恶，也非常可怜呐。您要没有心里的内鬼，绝对引不来外鬼。你念鬼可不有鬼呀！地藏经是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上玉皇大帝的宫殿里说的，那鬼都在鬼道，连人间都来不了，他能到天上去吗？地藏经里那些鬼王全是佛菩萨权巧化现来利益众生的，因为众生大多刚强难渡，他没法子，只好现出凶恶的形象，拿出凶恶的手段来设伏他。这是用以恶攻恶、以毒攻毒的方法来劝人为善，警示人不要为恶。佛说地藏经时，法会当机众几乎都是大菩萨。开篇第一品就是佛问最具大智慧的文殊菩萨。佛讲这部经的时候，十方无量诸佛至始至终参加法会，这种盛况在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当中是非常稀有的。佛讲这部经从开始到结尾都放光赞叹，尤其在12品的时候都从顶门上放光啊。
那可是佛陀赞扬地藏王菩萨和尊重这部地藏经到了极处啊！释迦牟尼佛不但反复嘱托十方诸佛菩萨要宣传推广地藏经，而且还殷勤付嘱大名鼎鼎的观世音菩萨要于十方世界弘扬地藏经。用现代的话来说，那是委托观世音菩萨做地藏经的广告代言人呢。所以地藏经是何等的重要，它的确是改良人心、造福人类的最好法门。如果人人都能持诵地藏经，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和谐美好的人间乐土，不会有任何的自然灾害。因为境随心转啊，只有善的心灵才有好的环境啊。地藏经不论白天还是晚上，啥时候读都可以。民间有一种说法，说除夕之夜百神下界，百鬼出动，已故先人都回来过年。所以我每年的除夕晚上半夜的时候，我都读诵一遍地藏经。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众生都能听到这部佛门的孝经，早日获得佛果。我不但没招鬼，我还活得挺顺。地藏经不但不招鬼，还能防止妖魔鬼怪的损害。因为持诵地藏经不但能得地藏王菩萨的威神加持，就连地球的酋长监牢地神都给你看家护院当保安，啥鬼敢进来呀？人生有地藏经相伴，一定幸福平安。不过地藏经事虽浅，理却深，持诵的时候不要一文解义，一看经上说有少香少花供养都有功德，那就急忙买了一大堆的香花来上供，结果啊也没见着明显的利益，就开始怀疑这不灵啊。其实香花灯果所有的供品都代表着一种教育意义。香是有摄心的作用，烧香是表示愿意摄心生信，誓愿降服自己的烦恼，依佛教正法寻求解脱。花是代表因的，花是果实的因，没有花开的过程，就没有结果的收获。供花是提醒我们要多播种成佛的因，才有成佛的果啊。什么是成佛的因？一切利他的善行和一切自净其意的提升，都是成佛的因。有了代表因的花来提醒，我们才会常常自勉自励，检讨自己的行为，朝着成佛的目标前进。所以真正的香花供养是断恶修善，净化心灵。佛法的真实利益在于减少我们贪嗔痴的烦恼执着。我们不要一味执着外在表象，而忽略了佛法内在甚深微妙的含义。也别一看地藏经上说宣传地藏王菩萨的功德有好处，就捧着经书佛像到处宣传，到处劝。哎呀，您快读地藏经吧，能消业消灾呀！您快念地藏王菩萨名号啊，吉祥如意呀！人家一看你病病歪歪、忧忧虑虑，还满脸的晦气，人家谁信你呀？能够真正自利的人才有资格利他。地藏经上为什么把大长者子的故事放在最前面？这是告诉我们，学佛要先从自己做起，要用道德来庄严自身，才能影响他人。要不是佛的庄严相好，那位社会的上层人物大长者子怎么能主动找上门来请教佛法呢？这个故事里边有深意呀。想要利益众生，首先得按照佛陀的教导去做，如理如法的生活和修行本身就是在弘扬佛法。因为你有真实的修行和高尚的人格，能获得现实人生的幸福，人家一看就羡慕你啊。这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呐。地藏经上的第二个例子举的是婆罗门女的故事，这是教我们对佛法升起仰慕之心后，就从孝道下手入门。因为孝是人格的基石，是德行的根本呐。不管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都很重视孝。
过去皇帝选贤臣都从孝子当中找，佛门更重视孝，在家无孝子，出家无高僧啊。一个人的道德要达到至善的境地，必须以孝敬父母为起点。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反复嘱托与会的十方诸佛菩萨在末法时期弘扬地藏经？因为地藏经对于我们今天的人们太重要了，我们的身心百疾种种烦恼，地藏经都能治疗。谁能把地藏经融入生命中，谁就永远快乐无忧，成就佛道。若能把地藏经上的道理弄明白，您就不用这里烧香求吉祥，那里超度求消灾了，更不用去什么歪脖老母蹬腿老妇那里去上当受骗了。因为地藏经上把超度的理论和消灾解惑的方法说得最详细，您到那上边学两招，何愁福不增长祸不消啊。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遇到任何的逆境都不要向外攀求，要注重内修，内心的调整。解铃还须系铃人呐，你要自己去转变思想行为，以真诚的心来念经或者念佛菩萨的名号，净化心灵，提升道德，自然会得到佛菩萨的加持，转变逆境。佛法重在实践，不实践不会得利益。好了，光说不练不是好汉，咱们也练上一练。请大家和我一起称念几句地藏王菩萨的名号，乘上地藏王菩萨的大愿船，由地藏王菩萨亲自掌舵扬帆，把我们送到吉祥快乐的彼岸。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怎奈我福前得报才学缺，地藏的大孝精神实难领略，因此上着作难把地藏光芒接。倘若有缺点漏洞，望谅解。特在此感谢师长善友来辅写，更感谢投资者无私奉献，成就此业，方才让你我有幸善缘结。愿将写作演唱功德回向法界，众生恶业撇，多于声音，造正佛境界，地藏必愿去正觉。
朋友们，这个节目即将结束了，可地藏王菩萨的无边大爱永无止境。这短暂的演唱，有限的心量，难以表达菩萨久远劫来的伟大壮举，无尽悲心。愿我们人人都能学习地藏精神，培植善心，发乎善行，实现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就让我用4句话来给这个节目画上句号：地藏精神最伟大，和谐社会需要它，无私奉献演妙法，慈光普照你我他。谢谢您的收看，再见。